你敢信吗？非洲正在一点点裂开。就在2025年，科学家亲眼看到，在埃塞俄比亚，大地在实时裂开，一道裂缝直接撕开地表，宽到可以吞掉公路，甚至连周围的村庄都被震动到。这一切就发生在人们脚下，而且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故事，就在地球上最炎热、最极端的环境之一。而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隐藏在地壳深处的力量，它像心跳一样一下一下往上顶，每一次震动都被今年采集到的地震数据清清楚楚记录下来。如果你曾经想象过一个大陆开始分裂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现在看到的就是答案。要搞明白这一切，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东非，这里是阿法尔地区，一个看起来几乎不像地球的地方，气温经常超过45摄氏度，地表被热浪烤得发颤，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一直铺到地平线尽头，远处火山占据着整个天际线，有的还在活动，有的已经沉寂，但都留下了曾经剧烈喷发的痕迹。而在这片区域的中心，有一个地方叫埃尔塔阿雷，一座熔岩湖，它已经燃烧了几十年，是地球上极少数仍然存在的熔岩湖之一。它的表面从来没有真正安静过，岩石不断形成，又不断被撕裂，既壮观又让人发毛。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让我们离地球内部正在运作这么近。但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片看起来如此恶劣的土地其实和人类的起源有着直接关系。早期人类的化石就在这里被发现，著名的露西也是在这片土地出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法尔既是人类的起点，同时也正在成为地球下一次重大地质变化的舞台。地质学家把这里称为三重交汇点，也就是三块构造板块在这里相遇，非洲板块、索马里板块和阿拉伯板块，就像三块拼图被同时往不同方向拉开。在地表之下，来自地幔的热量不断上涌，削弱地壳，而古老的断裂带则为裂开的发生提供了路径。两者叠加，让这里成为地球上最难以阻挡的地质区域之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已经被划出裂痕的木桌，只要再施加一点力，它就会沿着那些薄弱的地方裂开。阿法尔正在发生的就是这件事儿，只不过被撕开的不是一块木头，而是一整块大陆，沿着古老的伤痕一点点断裂。这个区域就像一个活着的实验室，让我们可以实时看到一个大陆是如何开始破裂的。但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力量在把非洲一点点拉开？答案就藏在板块构造里。地球的地壳是由一块一块巨大的板块组成，它们漂浮在下面相对柔软的层上，它们每年移动的速度其实只有几厘米，大概就和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但在几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这种缓慢的移动会彻底改变大陆的形态。而在阿法尔，这些力量被放大到了极致，这里的地壳并不是慢慢张开，而是在多个方向同时被拉扯，就像一团被拉得过头的面团，最终会变薄撕裂，直到彻底分开。只不过这里被撕裂的是坚硬的岩石。东非大裂谷本身分成两条主要分支，一条是穿过埃塞俄比亚的东支，另一条是沿着坦噶尼卡湖和马拉维湖延伸的西支。每一条分支的表现都不太一样，有的地方会突然断裂，引发地震，有的地方则是岩浆慢慢渗出，但它们共同形成了一道横贯大陆的巨大裂痕，而且每一年都在不断变长。当板块被拉扯得太快或者受力不均的时候，积累的应力会在某一刻突然释放，地面震动、撕裂甚至塌陷，有时候会以非常震撼的方式发生。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裂谷不是在几百年、几千年里慢慢变化，而是在短短几天之内突然发生，会是什么样？这也就把我们带回到20年前的一个瞬间，那一次大地几乎在所有人眼前真正意义上裂开了。那么当这种裂谷不再是几百年缓慢变化，而是在短短几天内突然发生，会是什么样的场景？2005年，科学家和当地居民亲眼看到了答案。一连串地震首先震动了这片区域，紧接着是来自地下深处的低沉轰鸣，然后一切突然发生，一道巨大的裂缝撕开了沙漠地表。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大地沿着一条近37英里、约60公里长的线路彻底分裂。你可以想象一下，某天你还在正常行驶的公路，第二天却已经坍塌成一道参差不齐的峡谷。事情发生的就是这么突然，而这一切并不仅仅发生在地表，
在地下，一道巨大的岩浆岩墙正从深处向上挤压，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炽热的撬棍，从内部硬生生撬开坚硬的岩石。当这股岩浆插入地壳板块之间时，它在某些区域将裂谷瞬间拉宽了将近8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既令人震惊又令人兴奋。他们早就提出非洲正在分裂的理论，而这一次等于是现场目睹了证据的形成。科研团队迅速赶往现场，测量裂缝，记录余震，并采集新喷出的岩浆样本。但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却是另一种体验。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提醒，他们脚下的土地从来就不是稳定的，这里其实是地球构造力量的最前线。不过对地质学家而言，2005年的这次裂开只是一个更大过程的一部分，它说明在更深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持续推动的力量。因为如果地表能如此迅速地被撕裂，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不断把岩浆向上推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地球内部。在那里有一个庞大的热源与熔融物质的系统，它的运作几乎就像地球的心跳。在那深处的世界，环境完全不同，岩石依然是固体，但在极端高压与高温之下，它们的行为更像缓慢流动的沥青。而在这片地幔中，有一种异常的结构正在上升，一股高温物质形成的地幔柱，它就像一只缓慢运作的火炬，数千万年来一直在从下方向上推动非洲大陆。长期的作用使地壳逐渐变薄变弱，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裂谷做好了准备。但更特别的是，这股上升并不是持续均匀的，它是脉冲式的，就像被挤压的水管一样，压力积累然后突然释放。地幔柱的行为也是如此，它会一阵一阵地把热量和岩浆向上推送，每一次这样的上冲都会让地壳隆起开裂，甚至像2005年那样被直接撕开。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切不仅仅是理论？地球本身其实留下了很多证据。首先是地震层吸成像，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地球进行超声扫描。这种方法显示，在阿法尔地区下方存在速度较慢的地震波区域，这通常意味着那里是温度更高的岩石。岩浆的化学成分也提供了线索，其中一些同位素特征指向极其深层的来源，甚至可能来自接近地幔与地核的交界区域。这说明这股上升物质连接着地球非常深的储层。不仅如此，连卫星也能观测到这种变化。GPS 监测站记录着这片土地每年都在以毫米级的速度缓慢分离，有些区域在上升，有些则在下沉，就仿佛整个地表正在呼吸。把这些现象全部串联起来，一个结论逐渐清晰：阿法尔地区正是一个深层系统在地表的边缘表现。在地下，一个巨大的动力引擎正在不断重塑整块大陆。不过地幔柱和地震扫描这些概念听起来还是有些抽象。那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回地表，这一切又是什么样子？火山、裂缝，还有脚下隐隐震动的土地，这些现象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阿法尔，这些迹象几乎无处不在。一座座火山从荒漠中拔地而起，有的仍在喷吐蒸汽，有的看似沉寂，但它们的表面却覆盖着新鲜的黑色熔岩。那些岩浆流动的痕迹可能只发生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前。每一座火山锥，每一个火山口，每一片熔岩场，都像是地幔脉动在地表留下的印记。然后是岩石本身，地质学家会收集冷却后的熔岩碎片、浮石以及火山灰。在这些样本中，某些矿物就像时间胶囊，记录着岩浆形成时的压力、温度以及深度信息。对它们进行分析，就像在阅读一部来自地球内部的日记。而这些数据与地震扫描所显示的地下结构彼此印证。地面本身同样并不平静，遍布各地的地震仪网络每年都会记录到数百次微小震动，其中大多数人类几乎无法察觉。但当这些数据汇总在一起时，就揭示出地壳正在持续破裂与移动。与此同时，地形本身也在缓慢变化。固定在基岩中的 GPS 设备显示，裂谷正以毫米级的速度逐年扩张，听起来微不足道，大致相当于指甲生长的速度。但如果把这个变化放大到数百年尺度，它足以撕裂山谷、倾斜地层，甚至重塑整个地貌。连卫星图像也捕捉到了这一过程。从空中俯瞰，
阿法尔地区仿佛在缓缓下沉，就像地面正被某种力量从内部拉开。所有这些线索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来自深部地幔的脉冲正在不断向上推进，并在地表留下清晰的指纹。火山标记着出口，岩石保存着过程，而地震则低声诉说着地下积累的应力。但问题是，如果这种拉伸持续下去，如果裂谷不断扩大，山谷不断下沉，当裂缝最终与海洋相连时，会发生什么？在某个阶段，这片土地将下降到足够低的高度，届时海水将会涌入，红海甚至亚丁湾的海水可能会倒灌进内陆，淹没整个裂谷，形成一个全新的海洋盆地。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一天你站在现在这片沙漠上，而眼前看到的不再是干裂的大地，而是海浪一层一层拍过来，一条全新的海岸线就在你面前展开。地质学家认为，这很可能就是非洲未来的样子。这个大陆会被一分为二，一边是现在的大部分非洲，另一边则会分离出一块新的陆地，带走埃塞俄比亚以及整个非洲之角的一部分。而在这两块大陆之间，一个全新的海洋会慢慢形成，一年一年的向外扩张。至于时间，这才是最难说清的。有些模型认为，这个过程可能在几万年内就会完成，也有研究认为可能需要几十万年。但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只是眨眼之间的变化。而且如果2005年的那次裂缝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那就是这个过程并不总是缓慢发生的，有时候变化会突然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爆发出来。其实这样的变化地球已经经历过一次，大西洋本身就是从类似阿法尔这样的裂谷开始形成的。当南美洲从非洲板块上慢慢分离开来，原本连在一起的陆地开始断裂下沉，随后被海水淹没，最终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西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法尔地区可能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极其罕见的窗口，让我们有机会亲眼看到一个海洋是如何诞生的。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世界地图上会出现一片全新的蓝色海域。这听起来或许有些遥远，但非洲的分裂其实只是地球演化故事中的一个片段。这是一个涉及大陆移动、气候变化，甚至最终影响人类自身的长期过程。那么这件事为什么不仅仅与非洲有关？因为作用在阿法尔地区的这些力量并不会被国界所限制，它们会向外扩散，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当裂谷活动时，往往会引发地震，这些地震可能对周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当火山喷发时，大量火山灰和气体被抛入大气层，不仅会影响航空交通，甚至可能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一次规模足够大的东非火山喷发，甚至有可能在数月时间内让地球气温出现明显下降。然后是人类层面的影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这条裂谷系统沿线，他们的农田、房屋以及水源都依赖于一块看似稳定，但实际上不断变化的土地。当裂缝在道路或村庄中突然出现时，这种变化就会直接威胁到日常生活，但在危险之中也隐藏着新的可能。裂谷地区富含地热资源，这是一种来自地球内部的清洁且强大的能源。如果能够真正理解裂谷的运作机制，东非地区的国家或许可以更加安全地利用这种能源。不过从更大的视角来看，非洲的裂谷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地球的其他地区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比如冰岛，在那里大西洋中脊正好穿过整个岛屿，北美板块与欧亚板块正在不断分离。在辛格维德利国家公园，人们甚至可以亲自走在裂谷之间，一只脚踏在一个大陆板块上，另一只脚踏在另一个板块上。火山喷发、地热能、间歇泉，这些现象全部源自同一个地质过程。同样的迹象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例如美国西部的盆地与山脉区域，这里的地形是在地壳受到拉伸时形成的。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加利福尼亚湾本身就是一个正在活动的裂谷，它正缓慢向北延伸。一些地质学家认为，这一裂谷未来可能继续扩展，甚至延伸进入盆地与山脉区域。在那种情况下，海水可能会进入现在的干旱地区。从地质学角度来看，亚利桑那州未来甚至可能出现在一个新海洋盆地的边缘。从这个角度来看，非洲裂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
而是一个持续了数十亿年的地球循环的一部分。大陆的聚合、分裂、漂移，再到重新碰撞，这一过程不断重复，而阿法尔地区只是极少数可以让我们实时观察这一过程的地方，这正是它最特别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海洋的诞生以及山脉的崩裂都是我们只能通过岩石记录去回溯的历史，但在这里，这一切正在发生，裂缝在张开，火山在喷发，山谷在下沉，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最终会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对于我们这些生命只有几十年的人来说，很容易忽略地球自身的时间尺度。对人类而言，1000年已经是遥远的历史，但对地球来说不过是一次短暂的脉动。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亲眼看到非洲完全分裂的那一天，也无法见证新的海洋淹没这片荒漠的瞬间，但仅仅知道这一切正在发生，本身就足以改变我们的视角。它提醒我们，人类的存在只是深时间中的一瞬，而在这一瞬间，我们正好成为了见证者，见证地球的运动，有时缓慢而安静，有时则以突然而剧烈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其中一次剧烈的事件，甚至在远方留下了一个至今未解的谜团。